嗨，大家好，我是 DJ 汉堡。那么这一期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重庆解放碑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大家一块跨年是什么样一个氛围啊！同时，我也在这个重庆的观音桥和几个商圈转了转。最后呢，我会做一个小小总结，就是对比一下我在北京、香港或者别的城市跨年的这个氛围，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最后我会分享一下我对各地组织跨年活动的一些分享和总结啊。12月31号这天是晴天啊，天气还是很不错的。然后我准备先去观音桥，因为现在去解放碑实在有点太早了。突然发现重庆这边也有这个吹哨的，就是负责管理秩序交通的。北京那边是小黄啊，但都是一帮退休的老头老太太负责管。这边好像是社区的管这个事儿。其实晴天的话，推荐大家，比如你要住华龙桥或者大坪附近啊，你就走这个大跨步道，看到没有？一直上了这个半山崖线，然后你往这个北边，往嘉陵江这边看，还是挺漂亮的。但今天咱就不去了啊。重庆也是堵城啊，你看已经开始堵车了，尤其这种隧道，又加一个过江啊。你看我住这会儿，它是过江的。这边是嘉陵江，已经堵上了。我从家里出发时间大概是5:20、5:30左右吧。然后你可以看到，我到达观音桥地铁站的时候，这个人已经是人满为患了，出站都特别费劲儿，都要排队去刷卡出站。那么这其实也就是刚刚放假，就是刚刚下班的一个时间啊。你可以看这个重庆对于实体经济行业这个支持，包括就是大家愿意出来玩的这种想法，肯定还是比北方城市多一些的啊。你看这整个的队排得这么满，就是我是没有见过说出站要排队的啊。就是在北京早晚高峰出站的时候，我也没有看见说这么排得这么猛。你看这个滚梯扶梯上也是非常多的人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正式出站是晚上6点钟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人流啊。你看我出站的时候已经是就爆满的状态啊，全是人。然后我简单在观音桥转了转啊，观音桥还和往常一样嘛。观音桥其实在重庆怎么说呢？它什么时候人都挺多的，因为它加上现在还有个站位换乘，就是它3号线和9号线没法站内换乘，所以你要换乘的话，它要从这个站内先出来，然后再换乘。在这儿呢，也简单聊聊昨晚，因为我朋友圈很多北京的这同学、朋友之类的，以前的同事什么的，我看他们发的那是北京的跨年，给我看乐了。一堆人围着那个北京三里屯、798，还有那王府井那大黑屏喊321。虽然我这次对重庆有些吐槽，在后面会讲，但是比北京这个真是强多了。北京现在一直在限制这种大型的集会活动啊，懂的都懂，懂的都明白，对吧？这我就不多说了。反正我大学那会儿好像在北京跨年，也那会儿就已经没有说就是说场外的集体活动，我就是去什么五道口啊、工体、酒吧里头，大家一块儿倒数一下。你开个卡座玩玩，也就那么回事儿，对吧？但是有朋友就可能更热闹一些。然后具体那个倒数有多尴尬，你们自己小红书、抖音、B 站上搜一搜就知道了，我就不放视频了。在这儿呢，我也想回复一些评论啊，就有的评论在我 vlog 第一期说那个北京视频的时候啊，有人说北京将来就要发展成高精尖城市啊，这种低俗的、低端的 low 的这种烟火气活动就应该被取消，就被取消挺好。那我想说呢，或者说我可能就和你没法太多交流了。我觉得呢，如果你要这么想的话，那你可以看看这种，比如说咱先举亚洲繁华城市东京，全世界都繁华的城市纽约，还有香港，对吧？有一个城市说我现在把所有这种你们所谓的或者你所说这种 low 的这种活动全取消掉吗？就是死气沉沉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好了啊，简单扯点这个关于评论的问题啊，我会着重回复几个评论。然后呢，大家刚刚也看了观音桥这人流量，然后我大概转一圈观音桥，我就准备去前往解放碑嘛，因为解放碑它在过一段时间会有人流限制的，所以我想尽力先挤到这个圈内啊，就解放碑附近，然后再看看找个地儿吃个饭什么的。那么有一说一啊，其实解放碑我这次发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路线，你甚至可以在晚上10点到解放碑这附近，然后你再按照我的路线走，你都能挤到我给你拍摄跨年倒计时那个位置。那么大家往后看就知道了。然后你看这次我也拍了很多这个3号线过江的画面啊，或者说3号线在这个行驶的画面。其实2号线、3号线是我在重庆最喜欢做2条线路啊，因为它都是单轨啊，这个官方叫法应该叫单轨，当然重庆人都肯定会念轻轨啊，无所谓了，地铁列车轨道交通，对吧？
那其实，在做这2条线路的时候，是最能感受到就是重庆它这个山城地貌的啊，尤其是在两江四岸是非常享受的。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我回大坪，我回画廊桥，我回1号线、2号线都可以嘛，我就是特地选2号线，因为2号线可以它沿江走嘛。你看，这就是我无意中找到一个拍摄的这个地点啊。其实像李子洼观景台这种人为游客打造出来的这种观景点，往往没有你自己就是你在重庆探索的时候找到的地点好看。我拍摄的这个地点应该是在牛角坨啊，换乘2号线。等我到这临江门站的时候，人已经不少了啊。然后我上去就看见有很多卖气球的，不过这次对气球管制还是挺严的。怎么说呢？这个管制其实它气球也到解放碑这儿了，只是没到它那个解放碑底下。但是就是说，反而是造成这个最终倒数，然后最终跨年的时候没有这个像去年那么有阵仗啊。但是也可以理解吧，官方为了这个安全，可能这氢气球一点就着吧。怎么说呢？我倒是希望以后可以弄点什么，比如说有没有这种安全的那种气球放一放或什么，因为纯那种灯啊什么的，其实还是没有这种弄点气球啊有这种氛围感啊。气球大军，我靠！要攻占解放碑，看到没有？这阵势，我操！但是他不让往里进啊，你看看，我从刚才那边里头出来了。晚上7点了啊，但是已经堵到这个苹果店这儿了。你看这块儿，已经挤不进去了，但在这儿也可以啊。限流了啊，但是我过来了，来到了这个比较好的位置。然后简单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如果你要参加解放碑跨年活动，你需要注意什么？首先，你多多少少肯定是要早点来的。但是这个活动呢，我建议就是大家以现在这个模式和趋势，大家凑热闹凑1次就差不多了啊，最多2次。因为他现在不让放气球啊，不让放气球，没有烟花，然后也不像，因为我听老重庆人说，以前还要拿什么那个就是充气的那种锤子，还有什么那种礼花互相打还是怎么着，现在肯定是都没有了。然后呢，人肯定是非常多，你通过我的视频能看出来，这个我刚开始到这个位置，也就是6、7点钟的时间，对吧？7、8点钟的时间。那等到9、10点钟、10点、11点人是最多的。但是我不建议你一开始就到里边那个圈儿，因为哪怕你很早，比如说你6、7点钟、7、8点钟你就挤到那个圈里啊，无论是这个四面八方哪个角度，因为解放碑啊，同时它也是四面八方角度它都可以看。我觉得最好的角度就是我站那个角度，就你既可以看到解放碑，然后又能看到那个倒数，就是那个重庆环球金融中心 WFC 那个楼，曾经是西南地区最高的楼嘛，应该现在是陆海国际了啊。就那个楼，你能看那个楼是有显示屏有倒数，那个位置最好。但是你很早挤进去是没有作用的，你不可能站在那儿4、5小时不喝水不上卫生间。我一开始是这么想，因为我作为自媒体，我想拍那个最好的画面嘛。但是我跟你说，你肯定站不住，你至少去2到3次厕所，而人又多，你说实话你站不住，你真的是站不住。这和你在酒吧玩，你在 club 里，你在夜店里，你能站4、5小时吗？你也未必吧，你也得坐下歇会儿吧，所以不太可能的啊。但是我下面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个路线，你哪怕9点多钟、10点多钟去，都是可以的啊，而且直接到我那个最好的角度。然后呢，我现在给大家放的画面，其实就是我想说的这个秘密通道的这个位置，就是要穿过一个小商业街，直接就能到我刚才那个角度，是从81叫81美食街吧，81好吃街。哎，你下去以后呢，到地下1层，然后这么穿过来，81好吃街这么穿过来就可以到。但是你看啊，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个画面啊，就是在卫生间，那人已经多了，尤其是这个女性卫生间啊，所以你在解放碑跨年你要注意这个，这个卫生间排队的问题，或者你尽量少喝点水。然后这个81好吃街呢，这个卖的吃的呢，我觉得就是网红美食街吧。或许它以前据说是正儿八经的那种好吃街啊，但现在就你要是游客就吃就行了，就是你简单点一口就行了。因为我一看表才刚9点多钟，我说算了，还是吃点吧，因为毕竟还得干到12点钟、1点钟呢，包括算是回家的时间。然后我就往外围走了走啊。这次跨年呢，部分朋友没有进到最里圈，然后在外面稍微外围一点是有这个气球的，因为这次这公安和城管把它控在外面了。哎，怎么说呢？各有各的好吧。然后我扫了一圈啊，我觉得算了，要不就还是随便吃口小面吧。然后本来我觉得在这种商业街区，这个小面味道可能就一般般，哎，但还真别说，它这味道真的还可以啊。然后它这个面的辣度和一般这小面辣感觉不太一样，就是它偏那种香辣，湖南那种辣的口味，反正挺火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2楼，它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外面人的这个人流量，你看到，然后这是我吃饭的地方啊，也有不少人在吃，人流量也挺大的。谁来说一说，这个是不是就是重庆鄙视链的最高端、最顶端，可以听到解放碑钟声的房子呀？这个房子我看的其实也不是特别老啊，但是拆迁了，这房子肯定住的闹腾，底下全是游客，不知道能拆多少钱啊。那接下来给大家看的画面呢，就是给大家展示怎么最快进到圈内，不用从外围往里挤，而是走这个小密道。对于我来说是小密道，我那天发现的。首先呢，你要到这个81好吃街，然后你穿出来以后，你看又到室外了吧？然后跟着我这个视频走啊，一直走，走到有一个什么山城宝地，哎，走到这儿，然后你下去呢还是会有一个穿梭。同时呢，这里头有个卫生间，刚才你可以看到这个室外有个卫生间，里头有个卫生间啊，2个卫生间。如果说挤的话，你可以就是说选一个不挤的，但应该都挤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就会由此进入解放碑，然后里头有很多卖这种小商品吧，小商品的东西。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儿有个台阶儿，爬这个台阶儿上去，就是解放碑我说的那个最好的位置，就是在我给大家录视频的位置了。但你看啊，如果稍晚一点，它会堵住，你只能往里挤啊，你挤到下面去，下面其实是有地儿的。有的人他就站那儿，他就不动了，你挤他们一下就下去了，这没办法。你站那儿你是看不见的，你个高你是看不见的。你看这个界面就是我给大家录这个倒数的界面啊。如果呢你是结伴而行啊，你会发现找人如果拆开了会很麻烦。你看这哥们儿不是拿那个《我的世界》里那个叫什么蜡烛那小玩具找的吗？然后这个他会敲钟啊，他在这个9点、10点、11点也会跟着敲钟。我不知道平常会不会报，平常可能也会报，但我印象中声没那么大，它应该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倒数呢，你看它会在排练倒数这些画面，这个倒数画面就跟你最后正常看那个倒数画面是一模一样的啊。然后呢，说一个最关键的事儿啊，你要是想用我这个方法，一定要在10点半之前、10点15之前就得行动，上到上面了，不然你会发生这种情况，你只能硬挤。我就是最后又硬挤出去，因为我后来要去上个卫生间，凭借着我多年在北京挤地铁经验啊，就硬生生的突破了。这个咱也有点优势，毕竟块在这儿。然后上去就正常，你就等着吧，等着。反正你肯定至少你10点就得过去了，不然很麻烦，不然这后面很容易打架啊，好几次都快打起来了。最终还是没打起来啊。然后临近这个12点倒数的时候呢，就人满为患，动不了了啊。他这里3层外3层各种安保警察，警察好像是警校的学生啊。然后在他这个百货大楼还有这个酒吧好像都有这种观景台，在这2楼3楼的顶楼，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经济状况去买票啊。因为我第一次来我就想凑个热闹，但如果下次来我肯定再去这种地方去看啊，不然太累了啊。凑个热闹。然后呢，下面就是我对这次跨年活动有点小小吐槽啊。首先说重庆这次跨年的活动，整体观感肯定是在国内啊，排除香港、澳门、台湾啊，应该算是 T0或者 T1梯队的。但是呢，你要是跟这种香港啊，或者是澳门、台湾的那个庆祝活动比，我觉得还是差的有点距离啊。就它这个氛围完全是靠我们这些年轻人和在这儿人去氛围去衬托出来，因为大家都很热情。而且呢，怎么说呢，还是感觉有点放不开。包括它的很多东西，我觉得就是太古老了，你知道吗？首先气球不让放，这咱先不说了，可能有安全原因。但是你看它这些什么宣传片的准备啊，包括就是说，他一直有一个保安大哥在那喊，你知道吗？然后注意这个，注意那个，注意这个，注意那个，就很烦，很叨唠啊。你可以点几句，但他几乎有2、3个小时一直在说这些事儿。第二个是呢，你看他最终弄了点什么抖音的宣传片放来，我就不知道。哎，反正就是说他这个模式吧，的确是太国企了，你懂什么意思吗？就比较死板，还是比较死板。而且你看完事以后就光着注意安全，有序离场。其实怎么说呢，我这也说不了太多，但是我相信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啊，就是大家可以听一下。靠近碑体的群众，保持稳定。然后这大哥呢，我也不知道他是这个，应该不是公安啊，应该好像也不是城管，是不是城管不太清楚，反正是主办方。这大哥一直呼吁这些年轻人保持这个冷静，保持这个，保持那个。其实年轻人他能干什么呀？我就不知道了。他能举个东西还是怎么着？不一定吧。他就想举，你也拦不住啊，是不是？就是他老说那扫兴的话，你知道吧？什么人家那个情侣亲一个吧，这个人家抱上来一个吧，没必要啊。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啊，大可不必，没有任何的必要。你就是控制好该控制的就完了。
这样的话大家很扫兴，你知道吗？就是好不容易来大家一块儿热闹闹一下，结果你又这个又那的。散场了，我靠，3小时没信号。好的，我们中国农业银行。你来说说这次看到的这些不文明现象吧。你看到啊，我这个拿的水是一直攥在手里的，但是你看这个满地的垃圾啊，警卫，我的个天哪！就是，哎，咱们这个国民素质的确是有待提高啊！就满地的垃圾，就没有垃圾的地方啊！我仔细观察了一遍，全是垃圾，我就不知道，就说你手里垃圾有那么多吗？就非得扔在地上？你可以揣在兜里，揣在裤兜里，对吧？反正这个你看，最终只能让这些保洁的叔叔阿姨弄啊。他妈有信号车呀，但他们没什么用啊！我靠，我这个电信、联通来回切信号，没有任何作用。本来我想呢，赶紧回家，因为这时候我已经快站不住了，而且我赶紧想回家把视频传了。后来看这么多人，我想干脆就到那个信号车那儿，先把那小短片给它传上去。虽然已经很困了，他这信号车只能在他旁边有用，他这个坐公交和轻轨都要等时间啊，都要等排队啊，一样。所以我就在这儿先把视频发了，作为一个全职自媒体的素养，这儿有一个联通和电信，但是我在蒋飞那儿都不行啊，可能人还是太多了，但其实离得挺近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夜里1点的重庆轨道交通啊，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流量才是北京早晚高峰挤地铁的人流量，就是你在进站出站这个口已经是完全堵满了，然后得排队才能坐上地铁，你排到你的位置，你还未必挤得进去。你得去争抢座位啊，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我不得不批评一下啊，就是川渝地区啊，没有这个先下后上的意识啊，就反正没有北京、上海那边做的那么好，我感觉是，大家都是一窝蜂冲啊，尤其是在平常做这个重庆轨道交通也是这样啊，就是它上下一块儿，但是你也能感觉出来，他们不是故意想这么干，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好像没什么事儿，你知道吧？和北京那个，你要是故意那么着的话。你像我还有我们这年轻人啊，直接就给你一把给你撞开，你知道吗？但是好像重庆这边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看啊，就是反正人是不少，大部分也都是年轻人吧。再给大家看看夜里1点的重庆2号线，2号线很漂亮啊，因为它是沿江的一个轨道线路。然后整体的夜里看，虽然说没有这个夜晚的这个景观照明了，但是还是挺漂亮的，尤其是路过我住的地方啊，华龙桥这块儿看的还是挺港的啊。这个毕竟是香港开发商开发的地方。到山上到大棚，我在下山，全是好多大排档，不夜城啊。重庆这种路边摊随处可见啊，晚上也没有人管。你夜里几点你再出来，只要是在这种老城区，新城区不太清楚啊，老城区基本上都有，都可以随便吃一口。我的充电宝寿终正寝啊，刚才人太多给它挤掉了，然后现在一充电就特别烫，哎，还是给它扔了吧，用了两三年了，我怕它炸了。拜拜。从这条小道下去就是华龙桥，你看这个陆海国际，大家能看见啊。但是这个小道怎么说呢？现在1点半啊，不推荐单身女性走啊。我一大老爷们儿无所谓，1打1有把握，1打3跑就完了，拼命跑就完了。我主要为了省钱啊。你再打个车，从大坪打个车，哎，不太值当。而这道上灯也挺多的。那个当时住2路口的时候，下的太慢啊，那他妈道才偏呢，不能说偏啊，就是灯特少。这个灯还挺多的，没什么事儿。哇，还得开个灯。从这儿看没有，这底下就是我住的地儿。再次强调一下啊，如果单身女性，无论年轻的还是老的，你就不要走这种道。这种道遇到几个男的打劫一点戏都没有，主要我还是有把握。这么看晚上还挺漂亮的，比较港啊，因为的确是香港的公司建的这个华龙桥。但是你看这半山崖线，他妈一个人都没有，而且晚上这个滚梯会关了啊，无所谓啊，有灯就行，没灯就算了。其实有时候觉得这个华龙桥和大坪挺割裂的。华龙桥就是一个新改造的区域嘛，
很现代化。那大坪就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老的区域啊，也挺邪门的。你看我这一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啊，就没有一块儿跨年回来的。我估计啊，人家小女生回来直接就那个打车了，人家没必要这么走，是吧？你看这个，你敢走吗？我快到家了啊，已经快下来了。这个全程，快走的话10分钟，慢走得15分钟啊。反正你要晚上就别来了。虽然它是这个路上有监控，但你要真出事儿了也没什么卵用，对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这个半山腰线？那天我今天看了看，那上面都是坟啊，你能看见那墓碑，你知道吗？要这么说是不是更瘆得慌？但没关系，我已经下来了，好吧。好的，那这期就是这样。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请给我点赞、关注3连。如果YouTube 给我订阅、点赞，感谢大家的支持。那咱们下期再见啊！其实我当时想租这个房子的，看到没有？佛都关居住区，这是一个老破小，但是它在山上啊。其实相对来说，你要做大坪，这块更方便，而且它这个景儿，我觉得应该也不错。其实我现在最想租的是哪儿？是这个曾家岩的那种老破小，或者说是商品楼、明楼公馆也可以，我也看了看，价格也还可以啊。而它那个一出来就是那个2号线、10号线地铁，因为重庆地铁建特深，但是那个曾家岩那站呢，一是那个小区，好像那门禁一刷就直接就上地铁，比这画廊桥这个站还方便啊。我租画廊桥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觉得这个地铁还是方便点。第二个呢，就是说2号线、10号线你都不需要换乘，就是只是2层，你在2层就是2号线，在3层就是10号线。具体哪个层是哪个层，哪个层是哪个线我不清楚了啊。但是就这么一回事啊。有的我靠，你这个比如什么鲤鱼池、观音桥，这都观音桥还好，人鲤鱼池那换乘，然后那个还有那个七星岗的换乘，太费劲了，我去。那坐一趟车，人家都出去5站了，你这还得换乘。OK，那就这样，拜拜。